大家好，我是4213。在前2节编年史中，我们介绍了联盟和部落的继承人。本期视频将讲述从第2次大战结束到第3次大战前的这段时间内，艾泽拉斯上的反派们又在做些什么，洛丹伦联盟是如何破碎分裂的等一系列内容，并最终将剧情推进到第3次大战前夕。本期的内容会非常紧凑，大家抓紧扶手，投币上车，我们这就开讲。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有关上古之神的呼唤。在巨龙之日事件的末尾曾提到过，世界各地的上古之神都在悄悄发出呼唤，希望有人能够帮他们解开尘封多年的封印。而眼下就有这么一群人收到了古神发出的呼唤，那就是古加尔率领的暮光之水氏族。时间回到黑暗之门开启后6年，自从古尔丹命丧萨格拉斯之墓的那刻起，暮光之水氏族就完全脱离了部落。随后，古加尔带领其追随者乘船向着卡利姆多方向前进，因为他们能够明确感知到，在那片土地上有上古之神的存在。古加尔及其狂热的追随者原本就极度崇拜虚空之力，坚信暮光审判终将到来。当初他们随部落来到艾泽拉斯时，就听到了来自上古之神的呼唤。古神向他们展示了数十万年前黑暗帝国的幻象。出于对古神的崇拜，他们想要帮古神打破泰坦枷锁，进而重建黑暗帝国，实现暮光审判。大约在黑暗之门开启后10年时，暮光之锤在经历了数年缓慢而又危险的海上航行后，终于抵达了卡利姆多大陆的南端。他们刚登陆就收到了从地表之下传来的古神低语。虽说古神被囚禁在魔法监牢中，但监牢并未限制他们的能力，所以在这万年间里，他们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世界各处。因此，暮光之锤在古神低语的指引下，穿过了陌生的土地，一步步避开了潜藏在卡利姆多上的重重危险。他们以塔纳利斯沙漠的地下洞穴作为自己的基地，再往西边方向就是古神克苏恩的居所安琪拉了。离崇拜的古神主人越来越近，这让他们兴奋不已。然而没过多久，组织中的许多重要成员就开始接连消失。古加尔一开始还以为是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但经过蹲守调查后，他亲眼看到一个备受自己信任的下属被人划开了喉咙，而下手的那个人他也认识，正是半兽人刺客加罗纳。古加尔知道加罗纳是来复仇的，因为加罗纳对过去暗议会的成员满怀憎恨，所以才以暗杀的方式施以报复。意识到危险后，古加尔命令手下加强了基地防御，布下了重重陷阱。可这些全都对加罗纳毫无作用，因为他早就摸透了这一带的地形。塔纳利斯的洞穴没有成为暮光之锤的庇护所，反倒是成了加罗纳的狩猎场。受害者的数量持续增加，这令古加尔逐渐暴躁，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他只得带领士卒逃离了塔纳利斯，去远方寻找新的落脚处，并继续他们黑暗的活动。然而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暮光之锤成员都将一直受到加罗纳的刺杀，因此他们也一直无法前往古神的居所安琪拉。同一年，在北蒂诺森德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巫妖王的蜘蛛战争。这场战争讲述了巫妖王奈奥祖是如何称霸整个诺森德的。不过这个部分我在之前的编年史中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叙述了。但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蜘蛛战争结束后，巫妖王将自己的意识扩散到世界各地，寻找那些强大的个体，看看会有哪些生命体会受到他所提供的力量的诱惑。而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是受到巫妖王奈奥祖蛊惑的人类大法师科尔苏加德的故事。话说这科尔苏加德在第2次大战之前，原本也是肯瑞托6人议会中一位备受尊敬的奥数魔法大师。科尔苏加德对知识非常渴望，他曾企图进入麦迪文的卡拉赞图书馆去学习那里的神秘法术，也曾向麦迪文的学徒卡德加打听有关守护者的遗产。只可惜随着麦迪文的死去，卡拉赞也被封闭了起来。科尔苏加德一度对此感到很是沮丧。后来当塔隆血魔率领死亡骑士来达拉然盗取神器时，科尔苏加德亲眼见识了死亡骑士所使用的死灵法术。自那以后，他便迷上了这操纵生命与死亡的禁术。时间来到黑暗之门开启后15年，在多年研究禁术的过程中，他时常能在脑海中听到巫妖王发出的呼唤。当他与巫妖王取得联系后，巫妖王解答了他所提出的所有学术难题，还让他见识到了死灵魔法的奥秘。
这使得克尔苏加德更加欲罢不能了。在一次复活老鼠的死灵法术实验中，他的禁忌研究被肯瑞托成员当场发现了。这样邪恶的研究是肯瑞托明令禁止的，因此他在法师议会中的权力遭到了剥夺，并且还受到了若屡教不改会被逐出达达人的警告。科尔苏加德对这些固守成规、思维僵化的法师感到很是恼火，于是他愤而离开了达达然，放弃了自己作为法师的职责，怀着对乌鸦王的敬畏，踏上了前往诺森德的朝圣之路。在来到诺森德后，他先是来到了艾卓尼鲁布废墟，见到了已经被乌鸦王征服的阿努巴拉克，甚至还亲眼目睹了腐化金字塔纳克萨马斯中骇人的恐怖景象。身为人类的他，在见到了真正的恐惧后，残存的理智使他本能的想要逃跑，但此时的他哪里还逃得掉？巫妖王的仆从明确告诉他，必须为巫妖王效力，无论是生是死，都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于是他只能被迫匍匐前往冰冠冰川的冰封王座，去接受巫妖王的奖赏。在经过了长达数月的跋涉后，科尔苏加德终于来到了巫妖王面前。巫妖王向他允诺会赐予他超乎想象的力量，以换取他的忠诚和服从。接着巫妖王命令科尔苏加德尽可能多的召集追随者，等到时机成熟后，就开始在当地逐步散播亡灵瘟疫。终于科尔苏加德也打从心底服从于巫妖王了，他抛开了心中的抗拒，侍奉巫妖王的渴望也在不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他也获得了期待已久的死灵法术。当科尔苏加德从诺森德返回洛丹伦后，恰逢下层阶级因兽人集中营的收容失败事件而对洛丹伦政府渐渐失去信心，科尔苏加德便趁这个机会宣扬他全新的信仰。他对那些贫苦大众宣称自己能够消除他们的苦难，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对于富人，他则以强大的力量和永生来诱使他们加入自己的事业。随着时间推移，科尔苏加德的教派招募到了更多的人手，而这个教派就是如今的诅咒教派。话说教派本身其实是个幌子，大多数的教众也都被蒙在鼓里，而只有那些被科尔苏加德确认是完全堕入了黑暗的核心成员，才有机会接触到教派中的核心秘密——亡灵瘟疫。随着教派的扩张，科尔苏加德需要在洛丹伦建立一个基地。很快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洛丹伦王国中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巴罗夫家族。需要注意的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说巴罗夫家族是属于奥特兰克王国的，还介绍了他们家族是如何走向没落的。当时我查到的资料确实是这么记载的，然而现在由于正史更新了，所以咱们还是按最新的资料来介绍好了。正如刚才所说的，这巴罗夫家族是洛丹伦王国里极其富有的家族，他们在凯尔达隆、布瑞尔、南海镇、塔伦米尔都有土地，但他们不满足于自己庞大的财产，于是听信了科尔苏加德宣传的永生。他们与科尔苏加德做了一笔交易，用财富换取永生，而获得永生的代价是将巴罗夫家族在卡尔达隆的房产以及地下墓地作为诅咒教派的总部，这里也就成了后来的通灵学院。在学院里，科尔苏加德向核心成员传授死灵法术，这些教徒很快就学会了种种的邪恶手段。他们不断地进行阴森恐怖的实验，将墓穴中的尸体从地下挖出，用残破的肢体部件制造出没有意识的巨型亡灵憎恶。除此之外，科尔苏加德还将巫妖王的亡灵瘟疫样本从诺森德带到了通灵学院，以便制造出更具有隐蔽性和更长潜伏期的变种瘟疫。他准备将瘟疫散布到人们食用的谷物中，长时间的潜伏期可以让受害者最大化。经过几个月后，他的研究终于取得了成功，而这也为后面第3次大战的开端埋下了引线。现在科尔苏加德等人只需要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就可以将天灾瘟疫散布开来，而这个时机将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洛丹伦联盟的分裂有关。大约是在黑暗之门开启后17年时，萨尔和新部落的崛起使得兽人集中营全面陷落。这个局势对联盟中的各成员国来说，无疑是成了他们矛盾的爆发点。在之前，他们就因建立集中营的问题产生过分歧，而现在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战俘营最后还是宣告瓦解。之前建集中营的钱白白浪费了不说，兽人还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尽管兽人自己并不是这么打算的，可是在联盟内部已经乱了阵脚，而联盟的手足无措其实是与潜藏在暴风王国中的女伯爵卡特拉娜·普雷斯托有着很大的关系的。人类贵族们都不知道，这位暴风城女伯爵其实就是死亡祭的女儿奥尼克夏。这位女伯爵故意放出谣言，使本就不安定的联盟关系更加雪上加霜。于是几个成员国先后离开了联盟。首先是高等精灵的奎尔萨拉斯王国，
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偿还数千年前索拉丁大帝及其后人的人情债而加入联盟的。在索拉丁最后的后人安都因洛萨战死后，他们就与人类王国渐行渐远，直到最近集中营事件的爆发令他们看到了联盟的无能，所以便退出了联盟。紧随其后的便是吉尔尼斯和基罗堡，在之前的节目中就曾提到过，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奥特兰克王国的归属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集中营事件的爆发加上最近的种种谣言，都使他们相信离开联盟只靠自己也完全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吉尔尼斯的国王吉恩·格雷迈恩更是想了个可以一劳永逸地阻止部落以及其他敌人的办法。由于吉尔尼斯位于一座三面环海的半岛，吉恩·格雷迈恩借助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王国北部与银松森林接壤的地带筑起了一座宏伟的格雷迈恩之墙，将自己的王国彻底隔绝开来。而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撕毁了与联盟之间的军事约定。这里还有一个书中没有提到的细节，那就是格雷迈恩之墙并不是完全隔离了吉尔尼斯王国，本来包括像坟墓村、安博米尔、隐牙城堡在内的区域也属于是吉尔尼斯王国，但现在他们都被隔绝在高墙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些区域都是达利乌斯·克罗雷领主的领地，因为克罗雷领主是亲联盟派的，这让吉恩·格雷迈恩非常不悦，所以才把这些土地隔离在了高墙之外。而这个事件也为更后面的事件埋下了伏笔。接着再说回编年史中来，除了上述的几个国家之外，其他王国的领导人都表明了立场，会坚定地站在联盟这边。他们都再次做出承诺，无论将来会有怎样的考验，他们都将团结面对。而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奥尼克西亚想要看到的，他想要的是联盟彻底瓦解，但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可乘之机，所以他选择就近原则，霍霍他所在的暴风城。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前几期节目里说过的有关石匠公会承接了暴风城重建项目的事？是的，奥尼克西亚假扮的女伯爵准备对这件事下手了。为了煽动王国内部的矛盾，他在重建工程中做了许多手脚，使得贵族们对石匠工会的工作成果很不满意。同时他还放出假消息说贵族议会要没收工匠们的劳动所得。听到消息后，那些辛苦劳作的工人们很是愤怒。就在这一来二去的挑拨之下，矛盾双方互不妥协，分歧发展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在贵族议会正式宣布拒绝支付薪水后，石匠工会爆发了暴动。在这场暴动中，深受人民爱戴的蒂芬乌瑞恩王后被飞石击中，当场身亡了。悲痛欲绝的瓦莲国王立誓要严惩凶手，并对参与暴动的人施以重刑。于是石匠们逃离了城市，来到西部荒野的乡间躲了起来。而这件事并未就此结束。奥尼克夏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矛盾，他私下联系了石匠工会的领袖艾德温·范克里夫。在他的暗中支持下，石匠工会变成了一个名叫迪菲亚兄弟会的武装叛乱组织。在之后的日子里，该组织将一直忙于发动对抗暴风城的武装叛乱活动。另外，兄弟会还占据了曾经富饶而后被废弃的死亡矿井，作为自己的行动基地。他们在一群疑似是奈法里安派来的地精的协助下，开始于矿井最深处打造一艘强大的军舰，意图终结暴风城的统治。不过这个计划嘛，在后来60年代时被联盟玩家给粉碎了，当然这也是后话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乌鸦王和克尔苏加德的近况。由于洛丹伦联盟的各成员国相继出走，而暴风城又受制于其内部矛盾，所引发的结果是联盟的团结被削弱了，各国的防御力量也因此降到了多年来最为脆弱的阶段。吉尔加丹眼见时机成熟，于是便向乌鸦王发出指令，告诉他眼下就是向洛丹伦释放瘟疫的完美时机。恰好此时乌鸦王和他的仆从也早已做好了准备。时间来到黑暗之门开启后18年，这几年来，克尔苏加德和诅咒教派在洛丹伦的粮仓，也就是东威尔德地区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他们暗中控制了不少重要的区域，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安多哈尔，因为安多哈尔是洛丹伦农业的中转站，在这里被瘟疫污染的粮食会被送到王国的每个角落。克尔苏加德和教派核心成员将研制好的天灾瘟疫投放到城市的谷仓中，当地居民和那些低等教众都对潜藏在食物里的危险一无所知，因为从表面上看根本分辨不出食物会有什么问题，只有在吃下后瘟疫才会起效。这一波属于是把瘟疫的潜伏期属性点满了。随着带有瘟疫的粮食由安多哈尔运送至洛丹伦其他城市，民众在吃下这些粮食后，最初的症状只是身体虚弱和低烧，但很快瘟疫就蔓延开来，没人能够治愈这场疾病，也没有人知道这只不过是黑暗力量入侵的先兆。
话虽如此，但是却有一个飘荡在艾泽拉斯现实边界的灵魂知晓了恶魔的计划。这个灵魂就是已经死去了多年的守护者麦迪文。当他看到如黑色潮水般的瘟疫在东威尔德地区蔓延时，他迫切地想要告诉人们这即将到来的一切。然而，作为灵魂状态的他无法与正常人取得联系。在艾泽拉斯，他只能联络到一个人，那就是同样拥有强大魔法力量且能与他产生联系的人，他的母亲艾格文。话说，在10多年前，艾格文与被萨格拉斯控制的麦迪文的那一战中被打飞后，他便一直隐居于卡利姆多东部的海岸线上，具体位置大约在现今吉齿城附近的山上。后来，当麦迪文被杀死的那一刻，远在大洋彼岸的艾格文就已经感知到了。然而，艾格文并没有因麦迪文的守护者之力不会再威胁到艾泽拉斯而感到欣慰，相反，他将儿子的过错全都归咎于自己。他认为是自己的疏忽才导致萨格拉斯趁虚而入，进而影响到了自己的儿子。更为严重的是，有数以万计的生命因为黑暗之门的开启而消逝。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也没能引导麦迪文走上正途。正因如此，艾格文感到万分自责。然而在最近，艾格文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到麦迪文在对他说，自己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要告诫艾泽拉斯的居民，他请求母亲能够帮他重回艾泽拉斯。起初，艾格文对这个梦很是怀疑，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军团的诡计，但随后他就打消了顾虑。母亲的直觉与强大的感知力告诉他，麦迪文的灵魂正在虚无与现实的边界游荡，同时他也能感觉到这份灵魂纯净无瑕。他忽然意识到，或许可以借这个机会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过错，无论这是为了艾泽拉斯还是为了麦迪文。接下来的几个月，艾格文用尽了各种方法搜寻麦迪文灵魂的下落。尽管困难重重，但艾格文却感到很充实。许多年来，艾格文第一次有了目标，他感觉到曾经的自己又回来了。最终，艾格文成功将麦迪文召唤到了艾泽拉斯，就如他梦中所见到的那样，一个幽灵般的人影出现在他面前，依旧穿着那件缀满乌鸦羽毛的长袍。艾格文看向自己儿子的眼睛，他知道自己的直觉没错，麦迪文已经脱离了萨格拉斯的影响。母子二人重聚，艾格文为过去的一切向儿子道歉，而麦迪文也很快就原谅了母亲，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是萨格拉斯的受害者，同时他们也知道现在不是酗酒的时候。麦迪文告诉母亲，他灵魂游荡在实体边界时，其生前拥有的强大力量使他能够窥见扭曲虚空，并接触到了军团恶魔的意识。从军团恶魔的脑海中，他得知了乌鸦王和亡灵瘟疫的存在，同时也了解到了军团接下来的进攻计划。麦迪文知道，军团最终的目的是借助海加尔山上的第二座永恒之喜，制造军团传送门，好让萨格拉斯和军团的所有部队入侵艾泽拉斯。但是在那之前，军团必须先摧毁保护着永恒之喜的世界之树。艾格文在听到消息后，赶紧催促儿子用守护者之力抗击军团。但麦迪文这次却有不同的想法，因为过去被腐蚀的经历告诉他，仅依靠一名守护者来保卫世界的做法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被邪恶转化的可能性。所以为了对抗燃烧军团，就必须团结起艾泽拉斯上所有的防御力量。为此，他希望能够成为联合各国的催化剂，他会前往世界各地警告艾泽拉斯的居民。艾格文本来也想和儿子一起完成这项任务，但他的身体已经无能为力了。召唤麦迪文已经让他用尽了所有的力量，让他的身体迅速变得衰老而虚弱，并且需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因此，麦迪文只能依靠自己了。说完了守护者麦迪文，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乌鸦王这边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内容我会按照编年史的叙述来讲述，而有关9.0中新增加的一系列有关典狱长、乌鸦王以及纳斯雷斯姆的设定，就先暂且不提了。原因有2点，一是因为整套新设定下来改了不少人设，比如初代乌鸦王变成了工具人，而纳斯雷兹姆则变成了军团间谍。二是主要想让大家看看原本的设定是什么样的，而有关新设定的内容，等哪天做到9.0专题视频时再来详说好了。好了，言归正传，在诺森德之头，乌鸦王仍在培养着自己的亡灵大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乌鸦王奈奥祖的立场？这里还是要稍提一嘴。之前军团领导人之一的基尔加丹为了攻破艾泽拉斯，他强迫奈奥祖成为了乌鸦王，而乌鸦王奈奥祖只能在表面上顺从于燃烧军团。实际上他一直想借机摆脱军团的控制，
所以他培养亡灵大军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军团，但其实他一直企图有朝一日能用这些亡灵仆从帮助自己反抗军团。但很显然，现在时机还并不成熟，而且他还有更加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的灵魂被困于冰封王座之内。他急需一位强大的代理人来帮他在冰封王座之外以他的意志来办事。起初他准备控制那些亡灵生物，但随后他就发现亡灵只有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力量，单独的亡灵只不过是脆弱没有意志的存在。他知道科尔苏加德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但同时威尔王也考虑到科尔苏加德有领导诅咒教派的重要任务，所以他只能另觅他人。虽然还不知道这个代理人会是谁，但威尔王却知道该如何找到他，那就是利用同在寒冰牢笼中的双之哀伤。这把剑有吞噬灵魂和意志的能力，如果有人举起这把可怕的武器，那么他的意志就会被威尔王控制。然而威尔王也知道，那些监视着自己的恐惧魔王们是不会允许他找代理人的，为此他必须让那些恶魔相信这样做是为了服务于军团的利益。接下来威尔王充分利用了恐惧魔王们惧怕基尔加丹这一特点，玩弄着恶魔心中的畏惧，最终使他们相信创造新仆从是获取胜利的必要手段，并且威尔王还巧妙地引导恐惧魔王必须要用双之哀伤来寻找这名仆从。在得到恶魔的允许后，威尔王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双之哀伤，并从身边的坚冰中取下一块，将符文剑包裹起来。接着他将剑降到了冰冠冰川的底部，然后再由仆从将其送到一个山洞之中。好了，现在威尔王只需要等待他的猎物上钩了。那熟悉魔兽争霸3的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猎物是谁了。是的，大家期待已久的第3次大战的剧情，也就是魔兽争霸3的故事即将拉开帷幕，经典的剧情也将再次上演，大家敬请期待。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还是那句话，如果本视频能让你对魔兽世界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记得关注、转发，一键3连。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谢谢大家，我是42有13，我们下期再见。